陆妈并非没有梦想，她梦想在舞台上弹奏钢琴，用音乐征服万千少男少女。但现实是，她困在了无穷无尽的家务里，弹钢琴的纤纤玉手在洗碗池和纸尿布之间来回翻飞，换不来青睐和崇拜，只有家人们喋喋不休的抱怨。饺子最近也很烦，他得了蛀牙，疼得只想重开人生。琵琶则和一帮狐朋狗友混在一起，钓鱼喝酒，最后一身鱼腥臭，钻进沙发，将陆妈刚打扫干净的家弄得一塌糊涂。陆妈知道琵琶做家务有多糟糕，长叹一声，叫他去送克里斯参加足球比赛。回家时烧2包纸尿布，如此简单的任务，琵琶依然不负众望，开了小差。他觉得儿子的比赛怎么着也得看一看，绝不是因为偶遇基友被邀请喝啤酒。小酒一下肚，琵琶就恨起来了，一拳揍翻了骂他儿子的邻座观众。结果对方是个长得比较粗犷的孕妇，被他一拳下去，直接提前生了。妙手神医啊，琵琶！警察罚他在家禁足1周，琵琶才待了1天就快疯了，说没有钓鱼野营和基友，他就要去死。贴心的陆妈打算给老公做一顿烛光晚餐，琵琶钻进地下室瞎溜达，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接下来他又敲又锯，忙活了大半天，将地下室改造成了酒吧，结果错过了陆妈的烛光晚餐。陆妈也是真贤惠，这都没有发作。之后琵琶叫来了一大群狐朋狗友，在地下室酒吧里谈笑风生，陆妈的家务活顿时增加了10几倍。去年的该死的酒友，我可不是你们的佣人。忍无可忍的陆妈扔下围裙不干了，她将饺子扔给琵琶照顾。琵琶见饺子牙疼，就给他灌伏特加止痛，说他小时候外婆就是这么照顾自己的。饺子小酒下肚，立即觉得二麻的了，突发奇想，想要制造时间机器，回到过去来改变牙疼的现在。陆妈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，不禁幻想起自己的钢琴之梦。她洗完澡来到地下室一瞧，琵琶这个混球居然拿他的钢琴当烧烤架。陆妈勃然大怒，要求琵琶在酒友和自己之间做选择。琵琶见老婆真的毛了，赶紧收回前话，扯谎说他们搬来钢琴是想让陆妈弹奏，欣赏她的琴技。这话正戳中陆妈的心窝子，她立刻转怒为喜。琵琶还偷偷提醒酒友们努力捧场，千万别让他老婆下不来台。不料陆妈的手一碰到钢琴，立刻从家庭主妇变成了一位音乐家。她进入状态后开始深情献唱，加上蕾丝睡袍的性感加持，顿时全场酒友都变成了曹贼。Just how much I love you. You'll never know just how much I care. And if I tried, I still couldn't hide my love for you.这下轮到琵琶下不了台了，醋坛子被砸得稀巴烂，快把他酸死了。这一晚的演奏过后，陆妈迷上了万众瞩目的感觉，她开始夜夜笙歌。那帮酒友也没有一个人缺席，在台下发炮起哄吹口哨，一双双色眯眯的眼睛都快喷火了。1周后，琵琶终于被解除了禁足，经过小布的提醒，他开始尾随老婆，果然遇到了一个色鬼跟陆妈调情。琵琶终于忍耐不住了，他责备陆妈在他的朋友面前搔首弄姿，破坏了他们之间纯洁的友谊。陆妈一听又气又失望，她的钢琴梦里还有老公的支持呢，现实的琵琶却是个自私自大又自以为是的混蛋。陆妈伤心的跑开了，琵琶又撞上了酒友们的妻子，他们埋怨说老公现在夜不归宿，都怪皮特家的狐狸精。琵琶便安排这些女人晚上来自己家抓老公。当天晚上，陆妈在舞台上用歌词痛骂琵琶，琵琶冷哼一声，心想看谁能笑到最后。饺子好不容易画出了时间机器的设计图，却被几位高学历酒友抢去欣赏。为了阻止自己的劳动成果被窃取，饺子3下5除2制造出时间机器，打算改写这一过去。镜头一转，陆妈的热舞表演刚好将气氛推上了高潮，女人们就凶神恶煞地闯进地下室抓老公，她们还齐声指责陆妈勾引男人。陆妈大喊冤枉，说她天天都在洗碗扫地刷马桶，感觉人生都要被家庭琐事掏空了，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喝彩和赞美。家庭主妇也可以在舞台上绽放自信，展示自我，不是吗？这些冤种妻子被说中了心事，纷纷伤感落泪，都说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，并一致将矛头指向了男人。琵琶见势不妙，撒腿战一触即发，扔了烟蒂也打算开溜，丢到垃圾桶里被人灌了烈酒，冲天烈焰顿时点燃了整个地下室，人们在火海里仓皇逃命。琵琶和陆妈没逃出去，临死之前他们倾诉衷肠，达成了和解。琵琶表示如果有来生，他会好好帮老婆干家务。就在这时，饺子的时间机器启动了，一切都回到了原点，也就是陆妈让琵琶送傻大儿去踢足球的那天。过去的琵琶依旧吊儿郎当，百般推脱，不爱干
干家务。有些坏毛病永远不会改变，就像饺子的蛀牙，依旧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中不断引起他的阵痛。最近，皮爸的公司准备和竞争对手举办1年1度的棒球比赛，老板对去年的败状耿耿于怀，于是特地雇来了一位棒球高手，想要一雪前耻。身为公司的一颗螺丝钉，还是带铁锈的那种，皮爸不得不在棒球训练上多费心力，好博得老板的好感。临走前，陆妈说最近搬来一户邻居，想叫皮爸去拜访一下。皮爸执意不干，他对邻居这种生物有强烈的偏见，认为这些人都是借东西不还的蛀虫。不久，在棒球训练赛上，皮爸投球误伤了新来的棒球手，老板大怒，扬言如果皮爸找不到替补，他就得辞职。皮爸沮丧地回到家里，发现陆妈正和新邻居聊得起劲，这让他非常生气，一家之主的话都不听了，改天还不得造反啊！皮爸回去苦思，去哪儿找替补来拯救他的工作。陆妈告诉他新邻居是棒球冠军，皮爸立即换了副脸皮，跑到邻居家硬攀关系，最后图穷匕见，邀请邻居去参加公司的棒球比赛。周末的时候，邻居如约而至，还带上了他的轮椅。老板气得胡子都吹歪了，皮特这老小子怕不是在耍他吧？等邻居开始打球时，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。只见他坐下的轮椅好似赤兔马，带着他像一阵疾风掠过赛场，眨眼间便将对手玩得团团转。众人惊呼：“这是开挂的神仙啊！”新邻居很快就受到周围人的喜爱，老板还邀请他入职公司。皮爸转眼间就被抢走了风头和工作，对这新邻居恨得牙痒痒。饺子见过新邻居在球场上的表现后，认为这都多亏了他做下的高端科技。他计划套新邻居的话，等他知道轮椅的制作原理后，就能给自己造一台，从此摆脱父母的摆布，成为自由民。派对还没结束，皮爸就气冲冲的独自回家了。他不愿承认自己嫉妒新邻居，对方是一个英雄，有着一身本领和20力斗争，虽然双腿残疾，却依然乐观幽默，给世界带来许多美好。而他却几乎一事无成，任何善事落到他手里都会搞砸。皮爸的心态失衡了，他不甘愿做一个平庸的普通人，思来想去，他决定去惩恶扬善。正好新闻里在直播一场抢劫案，皮爸和小布直奔银行现场。本来抢劫犯拿了钱都准备走了，职员们也不惊慌，反正银行买了保险。结果被皮爸这一惊吓，歹徒直接发作了。警察们包围了银行门外，皮爸用2个蹩脚的笑话骗过小毛贼，夺了权，掌握了主动权。本来事情已经可以了结，皮爸却觉得这样不够英雄。电影里的英雄都要跟歹徒枪战，他决定再演几部。警察望见他持枪躲在门口，还以为他就是抢劫犯，差点一枪崩了他。皮爸分神之际，歹徒又夺回了枪，狞笑一声道：“可惜你离英雄只差1步。”新邻居在电视里看到这一幕，立刻吻别怀孕的妻子，火速赶往现场。他借用了警察的喇叭，向歹徒猛灌心灵鸡汤，说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，只要一心向善，一切都能重来。歹徒差点被鸡汤灌死，眼含热泪放下了枪自首了。警察们想着好歹在直播，也就没有向2位歹徒清空弹夹，他们簇拥着那位新邻居欢呼英雄万岁，只留下皮爸一个人在风中凌乱。饺子见轮椅落空，赶紧爬上去宣告占有权，可惜他想象的这台无所不能的机器，不用手滑轮子是动不了的。饺子的起义被陆妈一个奶瓶就给镇压了。看来在家人面前，每个人都注定当不了济世救民的大英雄，只能当一个儿女情长的小英雄。